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梦龙蛋糕卷已经被很多小伙伴们催过很多次了，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做出来了。以前做蛋糕卷图省事儿，总是用小4卷的配方，今天尝试换了一个新的配方，用了小山进大师的配方，蛋糕卷松软湿润，非常好吃。先把蜂蜜泡在热水里，让蜂蜜保持有一点温温的状态，然后把面粉过筛，蛋黄里加入细砂糖打匀，再加入蜂蜜。蜂蜜加进去的时候，最好让它保持40度加进去，但是我偷懒没有测温度，就这样直接加进去了。然后用打蛋器把蛋黄打一下，打到颜色发白，体积膨大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可可粉里加入刚刚煮开的开水，把它们拌匀，搅拌至没有颗粒。黄油放在火上，用最小的火加热融化，再预热烤箱，烤箱预热上下火180度10到15分钟。现在就开始打蛋白，蛋白里分3次加入细砂糖，把它搅打成大弯钩的状态，提起打蛋头，蛋白是一个这样子大弯钩的状态，就跟平时做蛋糕卷打发的状态是一样的。然后把1/3的蛋白放进蛋黄糊里，用刮刀把它们翻拌均匀。刮刀是从中间切入，然后由底部向上翻拌，千万不要画圈搅拌，容易消泡。拌匀以后加入过筛的面粉，还是用翻拌的方法把它们拌匀，一边翻拌要一边转动这个盆子。拌匀以后加入可可面糊，然后再拌匀，再把这个面糊倒在剩下的蛋白里，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由底部向上翻拌，把它们拌匀，动作尽量快一点，防止消泡。这个蛋糕卷因为加了可可粉，多少会有一点消泡的，没关系。拌匀以后加入融化的黄油，黄油加入的时候最好也是微温的状态加进去，再把它们拌匀，这样这个蛋糕卷的面糊就做好了，放在铺了油布的烤盘上，然后把面糊抹平，稍微晃一晃，再震几下，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，就赶快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80度烤13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中间的奶油夹心儿。淡奶油里边加入糖粉，用电动打蛋器的最低档1档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搅打。之前有认真拍过一个打发淡奶油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或者公众号里查找。打到这个淡奶油没有流动性，是一个直立的尖角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淡奶油放到冰箱里冷藏。蛋糕烤好以后，我们把它取出来，先震一下这个模具，然后脱模，把油布的4边揭开，让它这样晾一会儿。等不是特别烫了，上边盖上油纸，翻面，把油布揭下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烘烤的温度和时间可以烤出一个很好的毛巾面？之前不是有小伙伴问我怎么烤毛巾面的蛋糕卷吗？你们可以用这个配方试一下。因为我们表面还要淋上巧克力，所以你想用哪一面卷都可以。你想从哪头卷就现在给它摆好，先给它修一下边儿，把远处用刀斜着切下来，近处直着切，然后把淡奶油放在上边，用抹刀把它抹匀，靠近你的这一边把它抹得厚一点，远处抹得薄一点，然后借助擀面杖来卷。把擀面杖放在油纸的下边，把上边没有奶油的那块先压在奶油上，左手扶着点底部，不然它会往前跑。不用手扶着，你卷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点歪，可以调整一下，让它位置合适。然后左手还是要扶着尾部，右手提起擀面杖，把它一下子就卷过去。卷过来以后，擀面杖先不要拿开，左手往前拉着油纸，右手把擀面杖往后推，这样子让蛋糕卷更紧实一点。推到推不动了就可以了，侧面是这样的。然后用一个比较长的油纸把它包起来，两头卷一下，让它不要暴露在外边，不然会干。就这样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。现在我们来做表面的淋面。先准备1碗水，水的温度不要超过60度，最好保持在50度左右。把提前切碎的黑白巧克力放在一起，放在一个碗中，然后把碗放在这个水上，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来融化巧克力，感觉有点在说绕口令吧。
一边加热一边搅拌，直到巧克力全部融化。最后融化好的巧克力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流动性，很顺滑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之前做好的焦糖榛子，去年夏天我做梦龙冰激凌的时候教过这个焦糖榛子的做法，大家可以到我的公众号里查找。如果觉得麻烦的话，用坚果碎也可以，但是用焦糖榛子会更好吃的。把巧克力和焦糖榛子混合，然后就放在40度左右的温水上，防止它凝固。蛋糕卷我们把它取出来，放在一个烤架上，你可以提前把两头先切好，我是没有切，直接先浇巧克力，我想的是最后再切，然后把巧克力浇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往上浇巧克力的时候看着点，不要有的地方厚了，有的地方薄了，尽量让它保持均匀。淋这个巧克力的时候，可以把蛋糕卷放在一个烤架上，然后底下放上一个烤盘，再放上一个油纸，这样最后底下的巧克力等它凝固以后，还可以再继续给它切碎，然后继续融化，一点都不会浪费。如果表面的巧克力不是很平整的话，可以在它还有流动性的时候轻轻的晃一晃，这样它表面会比较平整。因为我的冰箱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了，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烤盘上了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5到10分钟左右，等表面稍微凝固一下就可以拿出来切了。这个时候切比较好切，切的时候把刀用热水冲一下，然后擦干，用热刀来切，这样表面的巧克力就不会开裂了。这个梦龙卷就做好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表面这一层的焦糖榛子和巧克力，榛子吃起来脆脆的，巧克力非常的浓郁，用2个字表达就是完美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到我的新浪微博或是下厨房来交作业哦。